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武帝后元2年，这也是武帝人生的最后一年。春正月，武帝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的朝贺，2月前往周至五查宫，身体眼看着不行了。霍光哭着请武帝指示继承人的人选。武帝说道：先前给你的那幅画，你没看懂吗？立我最小的儿子，你来担当周公的角色。霍光顿首谦让，说自己不如金密帝。金密帝当时就在旁边，赶紧推辞说：我一个外国人，怎么比得上霍光呢？再说让我来辅政的话，岂不是让匈奴看清了我们大汉？乙丑日，武帝下诏立刘弗陵为太子，丙寅日拜霍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金密帝为车骑将军，上官桀为左将军。3个人接受了遗诏，共同辅佐幼主。又拜桑弘羊为御史大夫，4个人在武帝的病床下领受任命。这就意味着霍光、金密帝、上官桀接受武帝托孤，成为顾命大臣。以霍光为首级，今后应当合力帮扶未成年的刘弗陵坐稳皇帝宝座。桑弘羊的地位略逊一筹，新政府的核心权力就是这个3+1的组合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组合当中，只有略逊一筹的那位桑弘羊，一直都是汉帝国财政事业的操盘手，论能力、论威望、论资历，至少在财政领域称得上独步天下。但是核心权力的霍光、金密帝、上官桀，这都是些什么人嘛？在武帝托孤之前，几乎就没有什么存在感可言呀。霍光和金密帝好歹在前门当中小小的露过脸，而那位上官桀，这竟然是他的第一次亮相。先前有过出场、立过战功的那位上官桀将军，只是和他同名同姓。你这些人物凭什么镇得住场面，可以为年幼的刘弗陵保驾护航呢？我们看历朝历代，但凡老君主托孤，总要托付给元老忠臣。就像我们最熟悉的三国历史，刘备在白帝城托孤，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，也必须托付给诸葛亮。但是霍光、金密帝和上官桀这3个人，虽然跟了武帝很久，职位也不低，但他们扮演的角色其实约等于贴身老奴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极度忠诚，还极度谨慎，极度对武帝倾注感情。他们无论是真诚还是作为，至少让武帝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深厚的爱。但问题是，他们在朝廷当中谈不上任何像样的政绩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武帝的托孤很像是春秋时代的齐桓公，老来最信任的是一直服侍在身边的印牙、树雕、开方，结果酿成了征为残去，连自己的尸体都没人胜猎。那么武帝会不会重蹈齐桓公的覆辙呢？并没有。霍光等人后来真的是不负所托，在艰难之中把幼主扶持起来了。而他们之所以做得到，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感谢武帝晚年的酷吏政治和巫蛊之祸。酷吏政治整死整垮了一大批政府高官，巫蛊之祸先是肃清了魏家人，随即又肃清了李家人，2大外戚势力一扫而空。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政坛当中，只剩下唯唯诺诺的奴才，却不存在功劳、威望、资历都足以服众的国家大臣了。另一方面，武帝把3个老奴型的人物选定为托孤大臣，大约也有刻意的成分。相信以他们的能量，就算动了坏心，也不足以改朝换代吧。霍公其实也该算是魏家人了，他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，按说也应该在被清算之列，而他非但活了下来，而且成为了托孤重臣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他这一生极度的谨小慎微，当真是以伴君如伴虎的觉悟侍奉武帝，哪怕是出入皇宫的每一步，都踩在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位置，分毫不差，20多年如一日。至于金密帝，更是谨小慎微的典范。别的事情就不说只说一件事。他的长子从小就很受武帝的喜爱，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，因为受宠的缘故，行为开始放肆，和宫女们嬉闹。金密帝目睹了这一幕，直接就把儿子杀了。这样的行径，即便比之齐桓公身边的易牙、树雕、开方，也称得上
不让于先贤了。至于上官桀，原本是武帝的侍卫，只因为勇力过人，很受武帝的欣赏。后来上官桀调任，负责在未央宫养马。武帝有一次患病痊愈之后，到未央宫的马厩视察，发现马匹瘦了一圈。武帝不禁大怒，质问上官桀说：“你是不是以为我再也见不到这些马了？”这话特别的耳熟。先前武帝任用酷吏议纵，前面讲过，武帝从秉湖宫前往甘泉宫的时候，途经右内史管辖的地界，路况特别的糟糕，显然是没有好好的维护过。当时担任右内史的正是议纵。我们应该想得到，议纵应该算不得玩忽职守，只不过精力都放在了严刑峻法上面，顾不上这些修旧补补的物业工作。偏偏武帝生了病，很敏感，认为议纵之所以没有维护道路，是认定了自己这场病好不了了，再也不会经过这里了。议纵的人生就这样被暗中画上了休止符。那么当上官桀遭遇同样的问题，会不会也在劫难逃了呢？但并没有，上官桀一下子就哭出来了，说自己听说武帝病重，日夜忧心不止，哪里还能想到喂马的事情嘛？这样的回答不但特别的贴心，而且特别儒家。论语有记载，当马厩失火之后，孔子退朝回来，问的是伤人乎，不问马。上官桀一介武夫，关系上级领导的健康状况，不但可以说哭就哭，还可以暗合孔子的教诲，实在是人才啊！我们如今站在上帝视角，大可以对武帝托孤的3大臣嗤之以鼻。但是设身处地的话，站在武帝的角度，正可谓讥讽之俊草，半当使成臣啊！身边还有谁能比霍光、金密帝和上官桀更靠得住呢？丙卯日，武帝驾崩于五乍宫，入殓于未央宫前殿。这位古稀之年的老皇帝终于撒手人寰了。资治通鉴盖棺论定说，武帝很聪明，又有决断力，善于用人，还严格执法。到底怎么严格执法呢？司马光举出了隆虑公主的例子，史料来源是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隆虑公主是武帝的妹妹，晚来得子，受封为昭平君，然后亲上加亲，昭平君娶了武帝的女儿宜安公主。后来隆虑公主病重，向武帝缴纳重金，欲签为昭平君赎买死罪。武帝应承了下来。但然后呢，隆虑公主过世，昭平君胡作非为，触犯法纪。武帝似乎纠结了一段时间，但最终给出的意见是，法令是先帝的创造，自己不应当违背，也不应当因为顾念亲情而辜负万民，终归还是判了昭平君死刑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司马光会选取这一段史料，推测起来最有可能的是，司马光相信武帝的这种做法足堪为万世典范，特别有资治意义。然而问题是，我们已经逐年看过了武帝的一生，他老人家哪有半点以法律为准绳的意识呢？武帝所致力于打造的就是君权至高无上，皇帝的意志凌驾于一切，当然也凌驾于法律。司马光援引班固的议论，盛赞武帝的雄才大略，然后给出一番晨光曰，认为以武帝的穷奢极欲和秦始皇并无二致，但是秦始皇二世而亡，武帝却让国祚顺利传承了下去。期间的区别就在于，武帝既能够恪守先王之道，又能够明辨是非，看得出谁是贤臣，谁是禁佞，而且在晚年悔过自新，托孤的对象也确实尽到了责任。这样一番议论当然毫无说服力可言，但无论如何，刘弗陵就这样继位了，顾命大臣们也就这样开始报驾护航了。3个人共领尚书事。尚书是皇帝的机要秘书，所有要给皇帝审阅的公文都要在尚书手里做一下预处理，再给皇帝看。也就是说尚书部门是个秘书部门，部门主管称为尚书令或者中书令，级别虽然不高，但位置很关键。现在皇帝太小了，尚书的直接领导变成了霍光、金密帝和上官桀。尚书预处理完后的公文先给这3位看，他们看完了就直接代替皇帝做批复了。领尚书事这时候还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差事，这4个字构成了一个动宾短语，可以理解为领导尚书部门的工作，
但从此以后，领尚书事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官衔了，但它属于加官。所谓加官，类似于今天保遣贤种里的副加衔，共领尚书事，久没了。但昭帝只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小孩子，还得解决生活问题，所以让他的姐姐鄂邑公主搬进宫里和他同住。3月甲辰日，武帝葬于茂陵。夏6月赦天下。秋7月，东方天空出现了背星。接下来，济北王因为禽兽情被揭发自杀。冬季，匈奴入侵朔方阙，汉帝国伐兵屯驻西河，左将军上官桀巡秦北部边疆。这一年真正的大事件却是一件小事。某天夜里洪宫当众探看是闹鬼了，总是惊慌扰攘，君臣不宁。霍光因此召见了主管皇帝玉玺的负责人，要他交出玉玺。没想到这位玉玺负责人真的负责到底，不肯听从霍光的指令。霍光急了，直接上手去抢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这位玉玺负责人手安佩剑，输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臣头可得，玺不可得也。到了第二天，看出头一天只是虚惊一场，霍光以皇帝的诏令给这位玉玺负责人提升2级待遇。这件事为霍光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。宋代儒宗真德秀有评论说，这是霍光辅政以来所做的第一件事，既合乎义理，又展现出自己毫无私心，世人怎么可能不服气呢？事情虽然离奇，但历朝历代确实传为典范。北宋绘画名家李公麟画有前代君臣故事，一共8幅，表现历代君臣典范。霍光的这段传奇就成为其中的一幅。毕竟在那个时候，霍光已经正自己出，直接行使着皇帝的权力，而能够对小小一名玉玺负责人有这样的尊重和表彰，不能不说难能可贵。宋人刘子辉见过这幅画，和一起赏画的同伴作诗唱和。他的诗句是：此郎守节故堪论，汉玺飘飘意仅存。周勃取将迎代底，霍光持去授皇孙。这是拉来周勃和霍光做对比。周勃作为国家老臣，做主将玉玺给了代王刘恒。至于霍光，后来终归还是拿走了玉玺，把他给了皇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刘弗令的身份是武帝的幼子，不是皇孙。霍光后来到底做了什么呢？后辈很快就会讲到。武帝后元2年的大事件就到此结束了，《资治通鉴》第22卷也结束在这里。但是以刘弗陵的非正常继位，以霍光等人的资历和威望，这一年真的这么风平浪静吗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